个汤圆的外皮部分了哦。那我们今天用的是这个水磨的糯米粉，我建议大家买这个水磨的哦。有市售有很多牌子，大家可能这个还是搜寻一下。如果你用这个自己的原糯米哦，新鲜的原糯米，加上一个可以搅动的水量，把它用果汁机打得非常的细，让它静置大概半天哦，米的粉质哦沉淀在这个水底的时候，把水倒掉，剩下来的那个部分，等于是我们已经揉好的这个白色的部分，自己打也不困难。但是我想到很多朋友觉得不够方便，吃起来口感其实也没有差很多，所以我觉得现在家庭主妇很辛苦，有好多事情要做，还是用最方便的方式。我先做一个最基本款，其实等一下很多的变化，我们都可以用不同的汁来做出不同颜色的汤圆。那我们先做最基本款，就是100公克的水磨的糯米粉哦。那这个糯米都不需要过筛，基本上水分哦加75%左右的水，75公克的水，我们就很简单就倒下来了。做糯米团是一个不太容易失败的，我觉得它成功几率比包子、馒头还要高。那我们这时候就这样子哦，先把它混在一起。如果你手现在下去也可以，但是通常会粘的到处都是哦，会造成有一个状况，就是有可能会有耗材的部分。所以我自己个人喜欢先用筷子哦，把它基本做成一个粉状。那大家不用担心，我们现在以这个比例75%的比例做出来，刚开始可能会有一点点干干的哦，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等一下抓出一团的板妈，或是有人称为台语哦叫做龟菜。龟菜就是一个影子，有点像面影子哦，它需要先煮熟。国语就是板妈哦，比较不容易裂，否则你在包的时候会很容易裂。会裂的这个面团，大家只要记得加上一点点的水去补那个裂口哦，其实就可以了哦。那你看这个很好玩哦，大家就把它其实压在一起就好。玩这种面团类就要善用手的这个部分，你用身体的重量压哦，不要用手腕的力量，否则会容易得这个腕隧道症候群。那你看哦，这个小小的面团，当我们直接这样子揉哦，这个就是所谓的小汤圆咯。其实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开始包。但是很多朋友在操作的时候哦，他可能会觉得呢，操作的过程中他很容易有这个裂口，就像这样子，因为他随便一摸就裂了。其实呢，我也试过，完全不用煮这一块龟菜了哦，你可以直接呢就这样子赶快开始玩。是不是一定要加那个龟菜，就是煮熟的那一片板吗？其实老实说，我常常没有不加哦。其实一样，就是吃起来就是汤圆，加了这个龟菜的糯米汤圆哦，会比较 Q 一点点的口感。那另外现在我要做的这一团哦，是牛奶口味的糯米团哦。第二种方式是 Vivian 自己比较喜欢的方式，就是一样用100公克的糯米粉，加上75公克的热牛奶或者是热的液体，温度约在摄氏65到70度左右，成为烫糯米粉的面团。这个我们要来做一个天然颜色的这个汤圆的面团，那我们要用的是胡萝卜汁。红萝卜我们把它榨成汁以后去掉渣就可以了，一样是75公克的红萝卜汁就可以了。那如果大家觉得自己榨很麻烦啊，你如果可以买得到市售像这样子的这种红萝卜汁哦，也完全没有问题哦。差不多的时候就开始把盆子整个擦一擦哦，混合到成团了之后呢，你觉得好像感觉它还是很容易散掉就是一拨就掉了，这完全没有问题，这正常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板妈哦要揉进去，那就会增加这个湿软度哦。那如果我们现在就很湿的话，那等一下加进来这个面团会非常非常的粘手哦，会不好操作。所以我们只要加等一下一点点的板妈这个面引进来哦，就绝对不一样了，就是有这么多的颜色。那大家一定要掌握一个原则哦，任何一个这个糯米团，你在玩的过程中发现它变干了，或是出现一点裂痕，或是感觉它很硬很难操作，非常简单哦，大家只要记得沾上一点点的水之后呢，揉捏操作一下哦，它马上就会
这个裂痕就会消失了。等待水滚的状态下，我们还是尽量把它密封好。那甚至大家可以用这个保鲜膜一个一个包起来，因为它非常的怕干燥。这时候我们要把每一份呢，我们都取这个1/10哦。其实不到都没有关系哦。因为我们很担心这个过多的话会造成面团过度的湿软，就直接把它投入到水里面大概煮熟就可以了。你就看它变成这样软软的，浮起来了，飘起来了就可以咯。煮好的这个4块的这个熟的板妈哦，其实就已经就像这个麻糬这样黏黏的哦。我们现在要把它个别的融合在我们的面团当中，是需要面包机帮我运用它揉面的功能，帮我做这个工哦。比如说我现在第一团啊要做的是地瓜，我把地瓜的面团放进去，你可以稍微这样稍微分散一点，可以没有关系哦。我们再把我们刚刚这个煮好的这个熟的板妈哦给放进去。好，现在开始揉面了。好，它就去搅拌咯。我们等一下哦再回来看看。好，那大概已经打了5分钟了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其实它已经成为一个团了哦，这样子哦，而且感觉蛮平整的，我觉得这样就好了哦，非常简单，你就不用自己揉了哦。那我们每一个面团就这样子如法炮制哦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到就已经揉得很好咯。地瓜的这一团哦，但是我刚刚发现了一个状况啊，就是我们用1/10的这个龟菜做出来的这个面团有点偏粘手哦，我怕大家比较不好操作，所以其实如果这时候太黏的朋友，你记得这时候再补一些的糯米粉再揉合，让它不要这么软黏就好了。我现在要放的是这一块啊，湿软度哦，其实已经蛮好的了。我基本上就算不加，我都觉得它并不会有这个要裂开的状态，所以这时候我这个龟菜我不能全部加下去。所以我这时候哦，我们就试试看，我只要从这个龟菜里面拔这样子一小块，意思哦，让它一点点就好，不能这个用到我们煮的这么大块，我们就一小块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开始哦，一样我们让它揉个5分钟，我们再来看是不是就不会那么湿黏了哦。你如果发现都集中在边边哦，你可能要稍微帮忙一下哦。我们就是把它再让它再刮进去哦。所以我发现这个龟菜我们不需要加到那么高哦，我们大概就是加到这个我看有可能1/20就可以了哦。好，我们大概5分钟了，我觉得已经没有问题了。取出来这一团哦，这个大概就可以了，已经没有粘黏了哦。然后这个板子上台上也不会粘，然后感觉摸起来哦很软。而且不会立刻粉掉哦。我们加的这个板妈哦，不能加到1/10，但是也跟你揉的面团有关。如果你揉出来的面团很干哦，那你板妈可以加多一点。那最后一团这个橘色的红萝卜的面团啊也好咯。那一样哦，记得就是我刚刚提醒大家的，一定不要加太多的这个龟菜哦，否则真的会太粘手。都请大家像我一样，一个一个小袋子你可以装好，或是你要用保鲜膜都可以。那我们就是或是你用这个密封保鲜盒放在里面也可以哦，放在这个塑胶袋当中就好。大概静置在室温当中，大概10分钟20分钟哦，或是你现在马上要操作都没有问题哦。